有人说，在对待父母的态度里，往往藏着世界对待你的态度。深以为然，对父母横眉冷对的人，生活也一定会对他张牙舞爪。不孝父母者，一生哀怨。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这两天，14岁小将全红婵一跳成名天下知。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里，她3跳满分，以无可挑剔的表现夺金，每个人都为其完美一跃而惊叹，为小小身躯迸发出的力量而疯狂。网上甚至有人评论，这一跳连宇宙都会为之流泪。但更让佛子们动容的是全红婵夺金背后的故事。全红婵出生于广东湛江，父母以务农为生，替人做饭的母亲被车撞坏肋骨，落下顽疾，常年吃药。父亲不仅忙农活，还要照顾家里老小，重担都压在他身上。小小年纪的全红婵已读懂父母的不容易，肩挑一份责任的愿望也早早埋在心间。所以当同龄人因忍受不了艰苦训练落荒而逃时，他却默默咬牙加练。当已有诸多冠军加身，他却近乎偏执地想要获得更好的成绩。一切努力只为疾病缠身的妈妈治病，为爸爸一起分担压力，改善家庭生活。早在拿下全国跳水冠军时，他曾坦言，妈妈治病要花挺多钱的，我就感觉自己也得挣钱，好寄回家给妈妈治病。无鸟私情，怨气中养。在家庭窘困时，想到的是要尽己所能的付出；在获得金牌时，想到的是让爸妈过上好日子。从乖巧懂事的全红婵身上，我悟出了一个道理：一个家庭最好的福报，就是养育出懂得感恩的孩子。俞敏洪曾说过，大把花着父母的钱，只懂自己的快乐，不懂父母的辛酸，不舍得为亲情付出一分一毫，那么你已经全无良知了。教育最可怕的不是孩子学无长进，而是呕心沥血多年养育出一个白眼狼。经常见到一些让人大跌眼镜的新闻，一个孩子因为母亲没给自己买玩具，就恶狠狠地掐住母亲的脖子，母亲憋得满脸通红，低声下气地求饶。一位儿子逼父母索要6万的彩礼钱，但之前为买新房已经负债累累，母亲实在拿不出来，哭着问儿子：儿啊，你这是逼妈妈去死吗？儿子说：那你就去死吧。最终心灰意冷的母亲真的从5楼一跃而下。父母们以一句爸妈为枷锁，毫无保留地付出一切，但他们身为儿女，却以一句爸妈为依仗，有恃无恐地索取一切。不知感恩的孩子如毒蛇利齿一样视痛人心，懂得感恩的孩子如涓涓暖流，温润父母的心田。人赤条条来去，始与终皆一无所有。父母是我们来时的路，是我们的根，是世间一切美好的引领者，养我们从小到大，懂我们的喜怒哀乐。父母在，一切荣华都有见证与掌声；父母去，所有得失都变得不值一提。老舍说，人即使活到80、90岁，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。失了慈母，便像花插在瓶子里，虽然还有色有香，却失去了根。父母尚在的人终究是年轻的，他们始终被父母牵挂着，在庇护下拥有高飞的底气。上有老不是负担，而是幸福的代名词。叫声爸妈，有人回应，是这辈子最让人心安的时刻。原谅父母的错，解脱自己的心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父母也是如此，不可能事事做到尽善尽美，他们只是学着上一辈人的样子，以他们的方式对我们倾尽所有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只有原谅父母的错，才能与世界握手言和。生活中很多不懂得感恩父母的人，都会认为自己的一切不幸皆是父母的过失与亏欠，总觉得自己的父母不如别人的好，没能在金钱与势力上给予自己帮助，于是把自己的失败诠释为不公。
对于父母，他们只会理所当然地索取，肆无忌惮地吸血。父母对于他们而言，只有利益上的兴趣，毫无情感上的牵挂。殊不知，不懂感恩父母的人，永远也无法过好这一生。他们的得失心早已吞噬良知，日复一日用自己丑陋的行为去表达什么叫恩将仇报。相反，懂得感恩的人都会站在父母的角度去理解他们的付出，他们会无视父母的小过小错，把他们对自己的好无限放大，铭记于心，滴水之恩也会报以涌泉。他们怀揣着感恩的心看待父母，看待得失，看待整个世界，把人生的船长得一帆风顺。看过这样一个故事，7岁女孩贝贝来到杭州和打工的爸爸相聚，亲眼看到爸爸顶着大太阳开货车给人拉货搬家，每次都是汗流浃背，目睹着爸爸佝偻着身躯扛着比他身体数倍大的货物，一趟下来都气喘吁吁，小小年纪心有所感。他在离别之际用稚嫩的笔触给爸爸写了一封信，看到您这样辛苦，我都不想花您的钱。这个中年男人看后热泪盈眶，每次爸爸给女儿买的零食，贝贝都会说吃不下，分一半往爸爸嘴里塞。看着如此懂事的女儿，他顿时觉得吃过的苦都化成了琼浆，无比芬芳。心怀感恩的孩子，一粥一饭能懂得父母的工作艰辛，一饮一啄能体会父母的生活苦辣。张子枫曾演过一个公益短片《爸爸》，张子枫饰演的女孩正和同学讨论买手机的事情。一直以来，同学们以为她家境殷实，她也因为虚荣心并没有点破家里困窘的现实。这时，在街口处，女孩恰巧遇到了正在收废品的清洁工爸爸。女孩愣了下，因为同学在场，那句爸爸久久凝滞在嘴里。爸爸读出了女儿心思，微微一笑，做了一个嘘声动作。女孩拖着沉重的脚步向前走着，想起父亲终日起早贪黑是让自己吃饱穿暖，做着那么不光鲜的工作是为自己有书读，自己却因虚荣心不敢与之相认，不禁心如刀子扎。于是她转身飞奔向父亲，叫了一声爸。爸爸在愕然后挂着释怀和满足的笑容，说道：爸爸身上脏，有灰。女孩却不管不顾，反而将爸爸抱得更紧了，大声地抽泣着。前段时间还看到了一则热搜，堪称现实版的妈妈。在三亚，一位少年与朋友开开心心的聚餐，一位服务员过来一声不吭地清理餐桌，收拾完就低着头走了。少年一转眼发现正好是母亲，赶忙起身邻座，笑容满面地向服务员叫了声妈，并大大方方地把母亲介绍给其他2个朋友。底下有网友评论：见微知著，一个起身，一句妈妈，我见到了世间最好的教养，接纳父母的平凡。哀哀父母，生我娶老。大多数的父母都是普通而平凡的，也许父母没什么文化，有时是块圆滑，但心怀感恩的孩子能坦然接纳父母的不完美。微博上有人提问，为什么说让孩子懂得感恩是家庭教育的最高境界？有一个高赞回答是这样说的：父母不怕付出，不贪回报，但感恩这种品质藏在孩子心中，比大脑中的聪明、试卷上的成绩更加重要。刘胜东写给母亲的祭文《妈妈》里面段段入心，其中有一段更是让人印象深刻。妈妈给孩子再多，总感到还有很多亏欠，孩子给妈妈很少，都能说是孝心一片。人世间，父母对孩子的付出与孩子对父母的回报永远难以画上等号。我们在光阴似箭中长大，父母在日月如梭里衰老，很多事情不是我们不去想就能逃避过去的，很多事情不去好好珍惜，流逝后永远无法重来。岁月无情，时光冷酷，遗憾的出现最让人心痛。至于曰事亲已尽，每过3生，孝顺是生前的1日3餐与陪伴，而不是死后奢华隆重的丧礼。
父母在，人生尚有来处；父母去，人生只剩归途。人走了，茶就凉了。孝顺父母是人这一生最不能等的事儿。我们再看14岁的全红婵，小小年纪，小小身躯，因感父母之恩，迸发出巨大的能量，整个世界为之动容。一个家庭养出了懂感恩的孩子，就算眼下再穷，也会兴旺。一个感恩的孩子是家庭最大的财富，是父母最好的福报。父母是我们光，照着我们来时的路，也照着我们的未来。对待父母的态度决定我们一生的命运。劝孝歌里讲，人不孝其亲，不如草与木。百善孝为先，孝顺父母的人永远也不会过得太差。善待父母，世界才会对你温柔以待。认同的请转给身边的朋友，弘扬华夏子孙的传统文化。